大家好，我是马东。谢谢。嘿，站在录像现场从来没这么紧张过。第一，因为不会说脱口秀；第二，因为这不是爱奇艺吗？你懂啊？非常忐忑啊，因为你们都说去年我把一个节目给带到隔壁平台去了，是吧？所以今天回来呢，第一是为了赎罪，啊，理解啊；第二，回家来看看，看看还能再带走点什么。说实话，很想念，真的。这2年来，我一直告诉自己说，马东，想家就回来看看，想加薪还是得跳槽。跳来跳去有用。你看我现在，我站在这儿，我现在身价都不一样了。今天往这儿一站，免费了吧？啊，敢找人家要钱吗？我们今天现场有好多你们熟悉的人哈。有这么一位，他父亲是大家熟悉的相声演员，他本人呢，从小就喜欢相声，不好好念书，就以为说相声的门槛没有那么高，怎么都能说。后来发现没那么容易，就无论怎么努力，都很难超过他父亲。那怎么办啊？就干点别的呗。干什么呢？干综艺呗，是吧？当评委呗。自己没有喜剧作品，就坐在那儿点评别人的喜剧作品呗。我这么一说，你们就知道是谁了，是吧？这谁呀？就是我呗。这个场上就是我跟郭麒麟有这个共同的特点，所以我们俩有好多体会是共通的。我不懂脱口秀。但是这个场上，我是懂郭麒麟的。郭麒麟现在真的很优秀，你看，演戏又演得好，然后情商又高，人又长得帅，多么优秀的年轻的老艺人。我觉得所有的演员都应该向郭麒麟学习，所有的喜剧演员都应该向郭麒麟学习，甚至所有从事笑的艺术的工作者，都应该向郭麒麟学习。你说心里话，郭德纲是不是应该向你学习？原生家庭的痛我们都有。不敢说。大家看，杨天真真的是瘦了好多啊，我都认不出来你了。你看你，哦，你是侯佩岑哈。佩岑姐姐，我们是好朋友，今年特别棒，在浪姐那儿留下了好多高情商的名场面，我印象特深。她见着管乐的父母，一张嘴就是“妈咪”“爸爸”，你们生了一个天使。你听听人家这情商。我不瞒你说，上一场我借了他一充电宝，他也说我是天使。我觉得照这样下去，世界上只剩下一种人了，就是没有见过侯佩岑的人，因为只要见着他的，当场都成了天使。说回到天真哈，江湖上有好多谣言，他们说天真姐姐暴瘦是因为失恋。怎么可能呢？我那么了解她，真的，我真的不能让他们这么诋毁你。凭什么一个女生暴瘦就是因为失恋啊？在我心里，你纯是因为生意失败，就是大码女装卖不动了嘛。我觉得咱事业女性是吧？要受伤，也受事业的伤。行，这边的人我都得罪光了已经。我其实很喜欢这个节目。因为至少这个节目里的选手都还盼着我好。我们那节目里的选手
关心我主要体现在关心我什么时候生病。有一次我们马上就要录像了，土豆那个作品都一直没有准备好。录像前一天，我被隔离带走了。土豆得知以后啊，仰天大笑啊，哈哈哈哈的。吕岩说：“你笑什么呀？咱们明天就开演了。”土豆说：“这哪是明天开演，这个老登被带走了，这是老天开演。”他们都管我们那儿叫喜剧监狱，其实哪有什么监狱，就是上班嘛，对不对？每天演员也是来我们这儿上班，跟这一样写稿子，创排、熬夜。我有时候看着他们那么辛苦，我真心里不是滋味。我就跟他们说：“我说，哎呀，我说你们这样真的太让人心疼了，要不然你们晚上加班的时候就别开空调了。”他们说热，我说嗨，就你们这作品质量，演着演着就凉了。其实我知道，在场的选手啊，都因为创作而感到焦虑和痛苦，然后老问说：“哎呀，我们怎么办呢？”你问我怎么办，这就叫活该。真的，因为是不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之一了，每天在新鲜的创作。那如果你的作品在舞台上获得了观众的笑声和肯定，那是什么呀？也是活该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马东。谢谢马老师，谢谢您真诚的祝福。哎，对，希望咱们所有单口演员都活该，好不好？也再次欢迎我们3位气氛组组长，欢迎天真姐，欢迎大林，欢迎佩岑姐，各位请落座。吨吨吨，快乐正上头，感谢一口春福，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福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。好几年没有演脱口秀了哈，好像一共就2回。对，上回是脱口秀大会第2季第1场啊，上次就演砸了，这次也够呛。太难了，还是点评吧，要不。好嘞，大家都回到自己舒适的位置上。对，大宅对马老师铺垫太长，得删。上一场是一场很精彩的对决，是嘻哈所带领的嘻嘻哈哈队和黑灯所带领的叫制高点队2个队进行了一个对决。几位帮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吧，上一场印象最深刻的那些时刻。最后结尾已经天王山之战了，尖峰对决了。对，但我印象最深的是那2个你说就能量偏低的那2个女孩啊，因为很有特色。史岩啊，就史岩还有陈爱，对，别的都在你的想象之内，那个在你想象之外，我觉得那个特别棒。陈爱那复活金牌，我到上楼还乐呢，我太爱这个了，我是。上一场是很精彩，但是我觉得最好的选手都留在这一场了，你们可以好好期待一下。哎，高情商发言，那难题交给佩岑姐了。就是一场比一场都精彩，应该是说每一场都是高潮不断，然后绝无冷场。第1场怎么就不精彩了呢？第1场也很精彩。糟糕了啦！我也是害你有瘾，反正已经派发了20多位天使了。对，刚才演的全是天使。是，也许就是因为有天使在，我们才放心讲那么多地狱笑话，是吧？那也话不多说了，有请今天要上场的朋友们。本场要对决的2支队伍，第一支是由杨蒙恩带领的生日快乐队和由唐香玉带领的刚好相遇队。我听说2支队伍也都准备了一个口号，那杨哥，要不杨哥先来？你选我们算是踢倒，要害了，吓死我了！就是要害你们。
好嘞，一看就是有商有量啊！来，要比赛了，这个各位也是准备了很久了，请入座吧。谢谢。加油，加油，都加油！好，已经跟大家说过了，每一轮都是2-2 PK。那么，第一场 PK 即将出场的会是哪2位呢？请看大屏幕。有请，谢谢，有请梁岩2位，请先来到对战区。谢谢。加油！Thank you。又是一场新老对决。梁岩不需多介绍了，老朋友，谢谢。他的名字，他的艺名就叫谢谢。每次谢谢他的时候都谢谢。确实，他第一轮的时候跟我们讲述了很多他在衡水中学就读的经历。但是今天呢，他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的、不一样的视角。开场不容易，我们给他最大的热情和掌声，好不好？掌声有请，谢谢。当时衡中有那种老师，他专门负责查违纪，每天就往他那个电脑前面一坐，拿个高清摄像头，看有没有人谈恋爱，恋综观察员。台风特别稳，段子硬，现挂的能力很强。那像我在衡中会遇到那种每次考试都能考年级前10的人，那没有，比赛成绩真的很不好说。我觉得我跟谢谢5-5开吧。梁老师文本特别扎实，然后逻辑啊什么都非常流畅又丝滑。梁岩就是老大哥，北京人的那种说话我就喜欢听。梁岩几乎是谢谢的2倍年龄，我看他俩到底谁厉害。压力挺大，这赛段赶上我的期末季，我在过去的半个多月里吧，我交了5-6篇论文，还有一个大的视频剪辑作业，确实是在学业上要完成的任务太多了。每天白天写论文，然后做作业，晚上去开放麦，然后再打磨稿子，就连轴转的。虽然工作量很大，但是我已经尽力的去高效率的完成它们了。你觉得谢谢这次盛款大吗？大，那简直不能再大了。谢谢是一个新人啊，我觉得肯定会让大家眼前一亮。此乃1胜。谢谢我们听过，内容非常扎实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此乃2胜。梁岩的我听过是稳健，但他的是经验。此乃3胜。加油，谢谢！只要讲不死就往死里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谢谢，然后，对，谢谢你。我在上海呢，叫 Thanks。我现在是一个大学在校生，所以今天给大家聊点年轻人的话题，咱们聊聊上坟。我18岁那年，我爷爷迁坟，然后我第一次去我爷爷那个新墓地上坟的时候，就发现我爷爷的墓地明显比周围的要大。我就问我爸为什么，我爸说因为咱家买了一个3代的墓地。我说哦，也就是说我太爷爷、太太爷爷都在里面呗。我爸说不，你爷爷是第1代。我当时都吓坏了，我说爸，咱俩今天还回家吗？我都特别怕他给我一句说来都来了。我说爸，咱不能在没苦硬吃和没福硬享之间选择没死硬埋吧。我爸就跟我说，我们只是买了3代的墓地，又没说必须现在用。我说哟爸，那你目光挺长远呢。我那年才18岁，没毕业，没工作，没车没房，有一块自己的墓地。我觉得人的一生很长，不应该18岁那年就找到人生的目的。我爸给我解释说，咱这是公墓，如果不提前买好的话，等爷爷附近墓地被别人买走了，咱们就没有办法和爷爷埋在一起了。我说爸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爷爷活着的时候，咱都不跟他住一起。但没有办法，这个墓地就属于是买都买了。我就试图说服自己接受它，然后发现其实提前有个墓地确实挺好的，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有了答案。比如那天我妈给我打电话问我说，你跟你爸死哪儿去了？我说蒙河公墓48号。
然后而且我们家那边烧纸有个习俗，比如说我要烧给我爷爷，我就要一边烧一边念叨他，他才能收到。自从我知道那个墓地有我一份之后，每次烧纸念叨2句我爷爷，我就念叨1句自己。经过我的不懈努力，我现在个人总资产已经达到了阳间2500，阴间7600亿，存了一个死期。我现在为了存钱，逢年过节就烧纸，不光清明节烧纸，圣诞节我也烧纸。前2天父亲节，我爸说啥没让我去。我为了烧纸，就是有一次去烧的时候，旁边有那户人家也在烧纸，那个人一边烧一边想跟我唠会儿嗑，他说：“孩子，你这是给谁烧呢？”我说：“给我自己。”当场他脸就绿了，跟他手上那个玉皇大帝是一个颜色的。就那天吓得他往我这儿烧了2个亿。我那样坚持了很长时间，因为我在衡中学到一个道理，就是将来的我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。但我有点太努力了，我爷给我托梦了，他说别烧了，够了，下面都要通货膨胀了。我说爷爷给您烧您就收着呗。我爷说真不用真不用，说哎，给孩子的。我不光烧钱，还会烧一些纸扎用品。纸扎用品太有性价比了，纸扎的跑车9.9块，还送车牌和驾驶证。我现在是保时捷名 A 5个9的车主，我还有一个绿牌新能源的，弥补一下烧纸不太环保的问题。我一开始不太理解为什么到了阴间还要车牌和驾驶证，后来想了想，可能是怕死人开车撞死人吧。然后我做了这些准备以后，我现在就觉得，虽然活没活明白，但死我已经有着落了。我不羡慕有钱人，活着有钱，死了又带不走，死后有钱才真正的富有。生前你不理财，死后财不理你。我现在心态很洒脱，我就属于阴间土豪体验生活来了。我也不害怕死亡，我觉得死亡无非一种未知的恐惧。很多人怕死，是因为不知道死后会面对什么。我知道，巨额财产，我现在都在想早点下去。然后前段时间我又回去给我爷爷上坟，然后顺便转移一些资产，转移到我的这个地下钱庄。但我那次去的时候就发现，某河公墓的大门和围墙被拆了，门口竖着一个告示牌，上面写着河北省某河公墓涉嫌非法经营，即将被拆除。我当时的反应也是，他一个公墓，他能怎么非法经营？他是在坑里打隔断了吗？我就一定要查清楚。我上网搜了一下，发现是因为虚假宣传。就是按理说公墓的产权只有20年，但他宣传为永久，我觉得这就说得通了。要是知道产权只有20年的话，那谁会买3代的墓地呀？那话又说回来，为什么一个公墓的产权只有20年？20年以后，那骨灰咋办呢？怎么白发人化灰会挥发吗？我现在算是发现了，提前给自己烧钱一点用都没有。辛辛苦苦攒了那么多钱，现在告诉我金库要拆了，我也是没想到，年纪轻轻，人还在，坟没了。今天也是忠告大家，
理财有风险，烧钱需谨慎。那不说了，我要找下一个人生目的了。好，掌声，谢谢大家。谢谢的表演。喜欢他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投票倒计时，最后3秒钟，请锁票。再次感谢谢的表演，谢谢你为大家做的这个开场，还是蛮紧张的哈。紧张。现在好点吗？现在没好。我是讲段子的时候，其实比现在要好一点。演完以后开始反劲儿了。演得很好，很好。我看几位拍的特别错落有致，大家都拍在了不同的地狱笑话上。我应该是拍的第一个，就是18岁已经找到人生的目的，我觉得很精彩。然后我很喜欢你的名字，因为很有礼貌。谢谢。我觉得你的内容非常好，因为你一开始讲的时候说要讲一些年轻人的东西，我好怕有代沟，我听不懂。结果我发现你的段子是老少咸宜的，然后虽然这个话题一开始听了不知道该笑还是不该笑，但是真的很好笑。谢谢是还在读大学对吧？对，现在是北大的。是。我记得谢谢在第一轮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高的高分。啊，对。第一轮的高分会对这一轮有压力吗？有，因为其实第一轮我感觉有一些天时地利人和的影响嘛，所以这一轮还挺紧张，而且这一轮准备比赛的时候还正赶上期末考试，我半个多月交了6篇论文，可见写的质量也就那样。我小众的苦恼啊。北大小众苦恼。得让导师刷到了。导师知道因为导师现在还催我交论文呢，我跟他说不急，先把节目录了。我论文主题就是研究单口喜剧线上节目的话题对传播度的影响，就是这个。但是刚才你们也听说了，就是质量很差。跟那个您的老板说，这现在在社会实践是吧？对，我就说实习呢。我觉得谢谢很厉害，因为你讲单口喜剧其实才不到2年的时间嘛，对吧？我觉得现在的年轻的小朋友真的文本能力很强，然后对事情的思考又很奇妙。你上一轮讲的应该是衡水中学整个备战高考的过程，对，然后现在年纪轻轻又有了一个目的的故事，所以我觉得你的人生很丰富哎。这看着就不怎么丰富了，都到墓地了。是。然后我听完以后，我觉得有道理，我也应该买一个墓地。哎，你上次自己办完自己那葬礼，不是一条龙的吗？就是。对，还没有往下走，应该走下一步的。我葬礼也办了，我就可以买墓地了。咱不应该先买墓地再办葬礼吗？中间放哪儿呢？就是。因为我觉得你第一次的表现特别好，所以这次其实对你特别有期待，也挺有意思，挺好玩的。你毕竟也没开始干几年嘛，还赛校生的嘛，而且还是在半个月赶了6个论文之后，忙里偷闲得做我们这个。没有。而且这个我发现今天啊，关于死亡的这个议题非常多。这个赛段，对，刚才明飞也是说这个祖坟问题，对吧？陈爱是关于那火葬场烧人的问题，再到你这个，对，现在年轻人都开始信风水了，开始看鱼了，现在开始。确实是，为什么都是跟死有关的，死亡传染的这种感觉啊。挺好的，也不错。我也很喜欢这个预制坟的这个话题，因为这位老艺术家讲的非常有道理啊。我觉得谢谢就是整个思考文本能力肯定没问题，他才大学在校啊，对不对？04年的朋友。对啊，缺的就是舞台经验。你看看郭麒麟同学几岁登台，现在到台上挥洒自如，那个东西就是养出来的，其他的都已经足够好了。很喜欢这个作品，棒！感谢。哎，谢谢。我问一个问题，就你演出，你一般下来以后怎么评价？说，哎，我这场我演的效果怎么样？我感觉就是每次演出都能很明显的感觉到跟观众的连接，就是因为我能感受到今天现场的观众都非常好。我就有时候在线下演会出现那种，能感受到观众不是很想听我的东西，那种时候就会比较难受。大林遇到这种情况，怎么把他们？那都是一些个非常下作的手段了。比如炸口什么的类，这都不能放在脱口秀，干你就，这不行，这不是付航常用的技巧。我什么时候干那种事儿？
啊，这还再来啊！好玩吗？好玩吗？好玩，好玩，再来一个。我又想起你说那个，你是个大喇叭，你就是个大喇叭。特别好，特别好，谢谢，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场，谢谢你。爱情。